这个公社书记来了以后呢，他就是说，那要把这个公社落后面目搞上去，那一定要反资本主义，啊，这农民砸石头子儿卖钱，这就是资本主义。哎呦，啊，那我父亲呢就对他讲这个东西不满意。我父亲说，这个农民砸石头子儿也是支援国家建设。如果农民不砸石头子儿，那你国家盖的工厂、修这些铁路桥梁啊、公路桥梁都要用混凝土的嘛？那这个材料从哪里来啊？县委办公室往往摇来电话了，就问你的公社说，你的公社这过去1年积肥多少担呀？说我报一个数，比如说1万啊，他说我也知道这个数其实非常不准确了，但是我反正得到的这个数，我就报1万，他就说，那县委那边就说不对吧？他说应该是1.8万吧。暗示一下，赶紧讲。我说我这数是1万啊，他说1.8万，你再查一查。哦，我明白了，对，他要1.8万。我说那你是上级机关啊，你比我更了解了。他说对，1.8万，我记下了啊。哎，他就记下来。哦，这个时候我就明白中国的统计数字是怎么来的。我们家基本上到我们家来喝酒的人，山东人对，经常会请一些朋友到家里来喝酒了。基本上都是农民。对，那我爸爸可能最好的2个朋友，也都是农民。但他喜欢关心一些就是遥远的事情。对，我觉得我一辈子也是这种，永远生活在远方。这个家庭的这个影响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父亲这个人呢，一辈子他最重视的就是为农民服务。他在最基层这个做干部嘛，他最基层做干什么呢？一天到晚就是给农民打交道，给农村的干部打交道。这个我们家基本上到我们家来喝酒的人，山东人对，经常会请一些朋友到家里来喝酒了。基本上都是农民。对，那我爸爸可能最好的2个朋友。也都是农民。我为什么知道这2个人是他最好的朋友呢？因为我考上大学以后，我爸说，你舅舅那里啊，什么你姑父那里，这你自己去给他们打个招呼，辞行就可以了。他说呢，但是这个有2家我要带你去辞行，那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啊。那我也知道他们和我爸爸来往很密切。对，这2家就是2个农民。但是一个是文革这个期间，我妈妈被下放在一个非常小的村子里，在那里教书。然后我爸爸在这之前呢，也被下放那个村子里。那在那个村子里，他交的一个农民的朋友，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后来他工作的地方，那么偏远的一个村子的一个农民，所以他呢，我想，比如说他的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故事啊。我印象深的是因为这个事情和我关系有点密切。对，我那时候插队实际上的这个所在的这个公社，那个时候是大公社，那个公社可能有管小100个村子吧，对，小100个生产大队。那一个村子大约有1-2千口人的话，那就是10万人口的这么一个行政区划了。那么其实我爸爸也在这个地方，也在这个公社里工作。对。那么这个公社呢，新来的一个书记，这块地方是我们老家那个县临沂县，也是比较偏远落后的一个地方。然后我父亲在这个地方已经工作了比较长时间了，而这个地方呢一直比较落后呢，就县里就新派来一个书记，希望那个书记比较能干，希望他能改变这地方的落后面貌吧。能干的干部呢就有一个特点，就是蛮干。对，他来了以后干什么呢？比如说他挖新河我们原来有一条河叫南苏河。对，这个南苏河呢是传统的河流了，曲里拐弯，两边还有树木，其实也挺好的哈。但是他说这个河曲里拐弯，他就占据了很多耕地，要把它取直然后呢就把这河呢给它挖直。挖直了以后呢，说把那个挖直的那个土呢，就填到那个过去这个
河里那个河道里去。但是它这个很简单嘛，既然你省出来地了，那这个土是不够填那个河的，对呀，是吧？结果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呢，过去那个河呢水剩了一点点，那个新的河呢，不是说你挖了一个沟，那个河水进来它就可以哗哗的淌了，因为这个河原来这个河床是至少是上百年已经渗水啊什么之类的，它不会再往下渗水了。对，那这个一进入这个田野，那个水进来就渗到地下去了，进来就渗到地下去了，根本就不往下流了。最后这2个河道都成了荒废的这个土地了。哎呦，就是这样。然后他还让我们就是那个时候毛子时代就是学大寨嘛，对啊，改天换地什么改天换地，对。这个我下乡的时候，我们就是每到冬天更累。本来农民到冬天冬闲很舒服的日子啊，在家里就是说抽抽烟、打打牌儿、聊聊天儿，这个搓搓麻绳是吧？这个干这些事儿。那是我们到这冬天痛苦在哪里呢？冬天要去就是这个深翻地，深翻地翻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过去农民用这个铁锹翻地，就是一锹上来就完了嘛。他说这个呢，老毛不是要有8字宪法吗？对，然后要按照这个说，这个土地呢要翻2层，翻一锹放到一边把土，然后呢把底下再挖一锹，就是说要2锹的深度，啊，冬天呀土地都能硬邦邦的，啊，这个更累死我们啊，这就累死我们。这就是折腾人。但是问题是，这个效果非常差，为什么呢？一锹翻下去都是熟土，啊，这都是多少年对施过肥种熟的熟土。啊，有这个秸秆，也腐烂在里头，有腐殖质的，所以这个对庄稼是好的。那一锹挖下呢是生土，这个土呢是没有任何营养的，啊，所以你这样挖来挖去呢，就把生土和熟土掺在一起，这土的质量就下降了。这个那时候我们干这种傻活太多了啊，还有把这个除了把河道取直，那你要修公路，然后把所有的田地弄的横平竖直。那时候我也知道了很多这个共产党讲的那些东西，就对付人的办法，对付上级的办法啊。我们在农村作为农民去施肥，这个我们那用小推车啊，小推车施肥呢，往地中间推是最痛苦的一个活，因为那地很软耕地很软，那你在路上推还好，你就使点蛮劲儿还行，那一到推到地头了，这很痛苦，对。这个后来这干部说啊，我现在就要你们就把它放在田边上就可以了，不要推在中间。哎呦，大家说这个队长今天怎么这么英明啊？我们都很高兴啊。最后明白了。看你们的这个上级来视察呢，他就在这路边，对，看一眼，这个骑着自行车县里的干部就是坐着小吉普车就过去了。然后呢，你把这个肥全都施在路边，那路边的庄稼长得比较好，里边庄稼也看不太见，所以呢就是说你这个队搞得好。这个然后就对，系统性作假，那时候对。然后我在公社做这个通讯员的时候，等于就在公社办公室里帮着他们做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嘛。到秋天到冬天，其中一个就是要报材料，就是那时候还有那种摇把的电话机了，这个县委办公室往摇来电话了，就问你的公社说，你的公社这过去1年积肥多少担呀？这个东西或者粮食产了多少啊？这个有的东西是有统计资料的，有的是没有统计资料的，有的有统计资料也瞎扯。你问一个生产队说你今年一共积肥多少担，他就随口给你报个数嘛，他没有一个农民是天天说一个生产队长会记下来说今年有多少肥料，这是不会做这个事情的。然后比如说我报了假如说我报一个数，比如说1万他说我也知道这个数其实非常不准确了。但是我反正得到的这个数，我就报1万，他就说，那县委那边就说不对吧？他说应该是18000吧，暗示一下，赶紧讲。我说我这数是1万啊，他说18000，你再查一查。我明白了，对，他要18000。我说那你是上级机关啊，你比我更了解了。他说对，18000，我记下了啊。他就记下来。这个时候我就明白中国的统计数字是怎么来的啊。那我有从最底层去收集这个统计数字，然后上报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让我对这个过去接受的这个教育质疑的这些细节都是这样的。我刚才讲这个公社书记，
他来了以后呢，那个时候呢已经开始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要修路也盖一些楼啊，还有建一些工厂啊。那么我们那个地方石头很多，都是石灰石，对，挖开地皮就是石灰石，也就是为什么那个地方落后。那么农民呢就砸石头子儿用一个铁圈圈着，把那个石头用铁锤砸成像这个小拇指这么大的石头子儿，这个呢送到城里去，就是做混凝土的。和水泥掺在一起，这就是做混凝土的。那水泥没有这个石头子儿是不可能成为混凝土。所以这个呢是农民可以得到现款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来源。在整个毛时代，农民得到现款的本来只有就是说，要么是卖鸡蛋，那妈妈就是说那个时候叫鸡屁股银行农民的鸡屁股银行就是家里养几只鸡，然后下了鸡蛋不舍得吃，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卖。有人家里比如说要生孩子了，当然他就一定要买很多鸡蛋那这个卖不了几个钱那鸡蛋也没有太多，一家不可能养很多鸡，没有粮食嘛。那再一个就是养猪农民个体养猪个体养猪一般来说人那时候粮食都不够吃的，也没有太多的粮食给猪吃。那当然你家农民都有点剩饭你看这种东西，或者还有我们去地里割野草这样来喂猪。那喂到年底，那么把这个猪送到公社的这个畜牧站、收购站去，杀猪场我们都通证然后能换现款。但是猪也不可能养得多如果你要一家养3头猪，这就是资本主义尾巴了。你养那么多猪干什么？你是想卖钱吗？是吧？那你养1头猪、2头猪政府鼓励你，就是说这个可以节约粮食，你吃剩的粮食可以给他吃，而且还可以积肥当然农民也有一点小小的收入。你养3头猪，你可能要卖好几百块钱，你这资本主义了这个都是我亲身经历的。那么过去我虽然生活在农村，但我完全不知道这些东西，农民的这些生活我并不了解的。那我一进村，所有的这些事儿我都了解了那觉得荒唐的不得了。那这个砸石头子儿呢，我讲回来呢，这个公社书记来了以后呢，他就是说，那要把这个公社落后面目搞上去，那一定要反资本主义这农民砸石头子儿卖钱，这就是资本主义。他就开这个公社的这个干部会的时候，他就讲这个东西。那我父亲呢，就对他讲这个东西不满意。我父亲说，这个农民砸石头子儿也是支援国家建设。如果农民不砸石头子儿，那你国家盖的工厂、修这些铁路桥梁公路桥梁都要用混凝土的嘛？那这个材料从哪里来所以你不能说他是搞资本主义然后这个公社书记没话说，公社书记就说，那他耽误农业生产。对，这个劳动力用来砸农业，这个砸石头子儿，耽误了农业生产。那我爸就说，你去看一看，基本上都是农闲就是农闲，或者这平时是这个妇女和孩子在家里砸，你不可能一个壮劳动力在家里天天砸石头子儿，他哪去挣工分那不可能的嘛。那时候都在生产队里，人民公社的体制，生产队、生产大队管得严严的每天要招呼你上工而且你看，就是说农忙的时候，哪怕是女劳动力，她也是中午休息的时候。你说现在这个季节大夏天，大家不能下地干活，然后她在家里吃完午饭，她也不午休，然后带着那个折羊的东西在那吭哧吭哧砸那么半小时，这就是很好的事儿当然，这个书记非常不高兴，对，说我怕这个人刺儿头，就你知道，而且非常驳他的面子嘛。这个书记后来呢闹出一个笑话，因为他不听我爸的劝，因为这个公社的这个院子呢，实际上隔壁全都是农民他呢大中午的听着人家砸石头子儿，他就去抓去了他跑到农民那去抓，他不知道大夏天这农民这妇女根本就不穿衣服，就是他没衣服穿，他就光这个上身或者上边穿着很简单，穿这个短裤，在那里在自己院子那砸石头子儿。他听这个声音也不管37、21，蹦一推门进去了，那女的就叫起来了，结果人家就来抓他，抓流氓，把他给抓起来了。真抓起来了把他给抓起来了。对，其实呢，人家他就是这个村儿，这个公社驻地就在这个村儿，其实大家知道他是书记，对，但是因为他
讨厌他吧，借了个借口，结果他说是那农村妇女说我不认识他，对，我觉得他是流氓，从哪来一个流氓啊？对，是我爸还就把他救出来。对，这事儿之所以和我有关系呢，因为我也在这个公社插队，我入不了党，也和这个有关系。那个时候你想，你爸这么村儿头，对你在村里也将来给干部提意见，所以他也觉得我不能入党。这个我想这有点家风的这样一个影响吧。那我父亲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周围的人都说他净关心些没用的事儿。他喜欢谈哲学，他是有点文化，因为他在参加共产党以前呢，应该是上到中学了。他们家就他这一个儿子嘛，所以再穷，他们家很穷，对我爷爷家很穷，但再穷也要让他读书，所以他就上了私塾，然后上了中学。他应该是在中学时代就接受到共产党宣传，然后到了1945年15岁他就参加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抗日武工队了。那么他这个特点呢，就是他基本上就是你说家里这些有点这个生活上这些具体的琐事他都不会解决。对，这个我到今天也是如此。对，家里的电灯什么全靠太太装。对，真不好意思。但他喜欢关心一些就是遥远的事情。对，我觉得我一辈子也是这种，永远生活在远方。对，这个不断的要往远处去追寻。山东那个地方，这个一般的家长都是说，小孩上了大学以后说，毕业去哪里？回家呀，当然是啊。对，你比如说我有一个我爸爸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好几个孩子都上大学了，所有的孩子都回来，不管是去济南上大学、武汉上大学，还是到南方上大学都回来。对，我爸说你让他们回来干嘛呢？为什么要回来？他说你看这多好，他们都回来了以后，在本地大学毕业回来，多多少少是个人物嘛。对，然后在这个县里、市里、机关里做个干部，然后认识很多朋友。我在这个地方想干什么事都能找到关系，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哲学。那我爸的生活哲学，我一上大学，我爸就说走得越远越好。对。